在当今日益复杂的国际安全格局中，战斗机早已超越单纯军事装备的范畴，成为各地区防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元素。它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和防御能力的提升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首先，战斗机在防空体系中的作用堪称核心，作为守护领空的利剑，战斗机肩负着截击和击落任何潜在敌方侵犯者的重任，是地区防空力量的中坚力量。拥有强大战斗机编队的地区，能够有效威慑并遏制敌对空中威胁，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空中防线。制空权的争夺在现代战争中至关重要，战斗机正是通过空中交战争夺这一战略资源，限制敌方的空中活动，同时为自身军事设施和平民提供坚实保护。以台湾为例，尽管面临领空环境的限制，但台湾战斗机的实力在关键时刻仍能为其安全构筑起坚固的屏障。比如，美国航母的接近必须经台湾同意，这凸显了战斗机在维护台湾人民安全和地区稳定中的重要作用。此外，现代战斗机不仅具备防空能力，还具备对地攻击能力，能够精确打击敌方基地、军事设施和战略目标。战斗机既是空中防御的利器，也是地面进攻的尖兵。台湾在航空研发领域的努力不仅限于购买先进战机，更在自主研发方面投入巨额。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对台湾的长期发展和安全自主具有深远影响。拥有强大的战斗机编队，不仅能提升台湾的战略威慑力，还能在国际事务中赢得更多话语权。近年来，台湾科学研究院通过结合购买和自主研发的战略，致力于提升 IDF 战机的隐身性能和作战范围，为台湾空中力量带来质的飞跃。战斗机的作战范围如同战场的半径，决定了其行动的自由度和战略深度，对保障台湾安全至关重要。此外，战斗机的侦察和情报收集能力也为台湾决策层提供了宝贵的信息支持，使其能够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战略选择。战斗机不仅代表着地区的军事技术水平，更是自身实力和地位的象征。战斗机技术的发展还推动了空气动力学、材料科学等相关领域的进步，为台湾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例如，台湾的红隼飞弹项目就是从战斗机技术中汲取灵感和精髓的典范。总而言之，战斗机在地区防御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防御的盾牌，也是进攻的矛头。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战略布局，战斗机为台湾的安全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在亚洲地区，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成功研发的 IDF 经国号战斗机，不仅是台湾航空制造业的重大突破，更是亚洲地区首款自主研发的第3代战斗机。这一成就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航空制造业的发展源远流长。而台湾在这一领域的参与和贡献，特别是在自主研发方面的努力，直到20世纪末才逐渐崭露头角。经过多次的机构变革与重组，台湾航空研制力量最终凝聚为2大核心机构：汉翔航空工业公司和台湾科学研究院。这2大机构携手并进，从几乎为零的起点出发，历经数十载的不懈奋斗与创新探索，终于成功研制出叶府经国号战斗机。这款战机不仅是台湾航空工业的骄傲，更是亚洲航空界的一颗璀璨明星。回溯至1980年代，台湾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启动了雄心勃勃的自主研发防御战机计划，旨在替换老旧的 F-5自由斗士战斗机，为台湾空军注入新一代的主力战机。这一计划被命名为“阴阳计划”，是台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自制武器研发项目之一。终于在1988年12月10日，第一架 IDF 原型机成功试飞，向世界展示了其卓越的性能。1992年 ，IDF 战机正式服役，成为台湾空军的重要一员。在 IDF 战机之前，台湾在自主研发领域已有所建树，其中最具国际声誉的便是 AT-3教练机。在20世纪70年代末，全球能够独立制造教练机的地区寥寥无几，而台湾研制的 AT-3教练机在性能指标上名列前茅，充分展现了台湾在航空技术研发方面的实力与潜力。IDF 战机在设计上亮点纷呈，其设计思想深受 F-16战机的影响。尽管受限于美国的出口限制，IDF 战机采用了2台小推力发动机，
但这并未影响其整体性能定位。其独特的 S 型进气通道设计，确保了战机在高空飞行时仍能获得充足的进气，有效避免了因进气不足而引发的失速问题。这种向内弯曲的进气口设计，不仅减少了引擎余热的散失，还意外地增强了战机的隐身性能，获得了美国专家的高度评价。IDF 战机的座舱设计同样体现了对飞行员的深度关怀，其弹射座椅以倾斜30度的角度设计，有助于飞行员在高过载环境中承受更大的负荷。操纵杆布局借鉴了 F-16战机，位于飞行员的右手边，并配备了手动节流阀，使飞行员能够更精准地控制战机。泪滴形状的全罩式座舱设计和前格栅向上掀开的机制，为飞行员提供了开阔的视野，确保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在 IDF 战机的众多创新中，不得不提的是其搭载的金龙53型脉冲多普勒雷达。这款雷达在 APG-67雷达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拥有15种操作模式，其中包括8种空对空作战模式和7种空对地作战模式，展现了其全面的作战能力。金龙53型雷达的超视距空战能力尤为出色，其最大空对空搜索距离达到148公里，空对地搜索距离也达到67公里，为战机提供了强大的探测和制导能力。通过这些创新和努力，台湾不仅在亚洲航空工业中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也为全球航空技术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IDF 经国号战斗机的成功研发，不仅是台湾技术实力的象征，更是对自身安全的坚定表达。IDF 战机的航电系统堪称先进，配备有功能齐全的多功能抬头显示器和2台多功能显示器，能够实时展示导航、通信、雷达和武器等核心数据，极大地提升了飞行员的信息掌控能力。而 H423型惯性导航系统则为战机提供了精准可靠的导航和攻击参数，保证了作战行动的高效和精准。此外 ，IDF 战机还配备了雷达警告接收机和电子对抗设备，显著增强了在现代电子战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在亚洲战斗机领域 ，IDF 战机凭借其卓越的性能独树一帜，成为行业内的标杆。以韩国为例，当 IDF 战机首次试飞时，韩国的战斗机产业上处于起步阶段，而如今韩国已能自主研发5代机。这一跨越式发展不仅彰显了韩国航空工业的飞速进步，也凸显了 IDF 战机在航空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贡献。事实上，台湾通过 IDF 战机的设计和研发，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航空工程师和技术人才。这些人才甚至后来协助韩国研制了 T-50教练机。IDF 战机不仅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更为台湾航空产业书写了辉煌的篇章。尽管在下一代战机引擎的研发过程中，台湾军方曾考虑过时效因素而计划外购，但台湾科学研究院的织女星引擎研发计划依旧按计划稳步推进，充分展示了台湾在航空技术自主研发方面的坚定决心和不懈努力。IDF 战机的设计中巧妙地布置了9个挂架，显著提升了战机的武器挂载能力，使其能够胜任多种作战任务。在初期生产阶段，台湾成功制造了10架先导量产型 IDF 战机，这些战机被用于空军的作战测试、评估和训练换装，为空军种子教官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随后，1架先导行为的 FCAB 双座机也陆续完成生产，包括4架双座机和6架单座机。自1994年起，第1架生产型双座机正式交付给空军第427联队第1中队。随着量产的推进，这些战机陆续装备空军各联队，为台湾空军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技术和生产层面的详细介绍，使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到 IDF 战机对台湾乃至亚洲航空工业发展的重要意义。IDF 战机的成功不仅体现在技术突破上，更在于其为台湾航空工业的自主研发和人才培养树立了新的标杆，为未来的航空技术创新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台湾自主研发防御战机的宏伟蓝图中，航空发动机中心的成立是这一目标的坚定体现。该中心下设3个子项目，专注于推进相关研发工作。IDF 战机项目的规模宏大，涉及组件数量超过48万件，设计工程图高达7000余张。此外，相关试验报告、计划书和规范文档数量达到12000余份，工具制造数量也超过17000件。这一成就的取得，离不开超过1000家制造商的参与和
发总工时高达4000万公时，这还未包括发动机、导弹、雷达等其他重要分系统的研发工作。在研发过程中 ，IDF 战机经历了32次重大构型改良和超过8000次的风洞测试，制造了超过56万件零件，充分彰显了台湾在自主防御战机研发方面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实力。经国号战机 IDF 的命名是对台湾5位领导人的纪念。这款战机最初在美国的协助下，作为自卫战机进行研发，原本计划生产250架，但随着台湾引进了美国 F-16战机和法国幻影2000战机，最终量产数量调整至131架。尽管在研发初期 ，IDF 战机因发动机推力不足而备受质疑，但随着系统的持续优化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这款战机已经充分展现出了其强大的发展潜力。汉翔公司作为该战机的研发和制造方，明确表示，在试飞过程中遇到的机械故障问题已得到全面解决。针对外界关于发动机推力不足的质疑，他们解释称，这主要是由于台湾科学研究院出于保密考虑，未能及时对外充分澄清。近年来，随着美方对 IDF 战机设计限制的放宽，汉翔公司对战机发动机进行了升级改进，推力提升超过1万牛顿，总推力达到2万牛顿以上，极大提升了战机的防御作战能力。同时，台湾空军在换装过程中完成了 IDF 战机攻击面的整合和战备训练，使其成为一款具备全方位、全天候作战能力的战斗机。台湾空军近期详细介绍了 IDF 战机的性能，特别是在武器挂载方面，如小友导弹、灵巧炸弹等对地攻击武器，充分展示了 IDF 战机在对地攻击方面的强大实力。与传统战机相比， IDF 战机在飞行操作和电子设备方面表现更为卓越。其搭载的由台湾科学研究院研发的 GD-53雷达，赋予了战机超视距外攻击能力，这是传统 F-51战机所无法比拟的。通过 GD-53雷达， IDF 战机能够精确获取目标机的高度、速度等关键数据，大大提高了作战效率和准确性。从这些详细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 IDF 战机在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其研发过程中所展现的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为台湾航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IDF 战机的成功不仅彰显了台湾在航空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也体现了台湾在维护自身安全和提升防御能力方面的坚定决心。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 IDF 战机将继续为台湾空军增添新的战斗力，为台湾的安全保卫做出更大贡献。在自主研制开发 IDF 战机的过程中，台湾展现了其在航空技术领域的决心和能力。从研发阶段到正式服役， IDF 战机经历了一系列改进和性能提升，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发动机推力的提升，从最初的8000牛顿增加到现在的1万牛顿以上，大大增强了战机的作战性能。此外， IDF 战机还成功整合了对地攻击能力，并完成了战备训练，使其能够胜任各种复杂任务。这一成就充分体现了台湾在追求自主防御能力方面的坚定信念和不懈努力。尽管美国的 F-35战机因其卓越性能而备受瞩目，台湾也长期表达了对这款先进战机的浓厚兴趣。据美国军事记者严文德于2002年的报道，台湾曾通过其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向美方递交了购买意向书，计划引进100架 F-35B 战机。虽然台湾军方未公开证实这一消息，但关于台湾有意购买 F-35的传闻已广为人知。早在20年前，陈水扁首次执政期间，台湾就提出了购买 F-35的计划。然而，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在陈水扁的第2任期内，台湾转而寻求增购66架 F-16战机，这一请求历经10多年波折，直到2019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才得以批准。这一过程凸显了台湾在追求先进战机过程中的不易，以及最终转向 F-16作为替代方案的决策。严文德的爆料后，台湾军事专家对此持有不同观点。一些人认为，基于 F-16战机采购的经验，美国未来可能会向台湾出售 F-35战机，而另一些人则坚信，即使美国不出售 F-35，台湾也有能力自行研发先进的战斗机。事实上，台湾空军和相关单位已经在研发第5代野生战斗机 ADF，
展现了其自主研发的决心和能力。值得一提的是，早期 F-16战机的研发也曾从台湾 IDF 战机及经国号战机的技术中受益。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台湾在航空技术研发领域的实力与贡献。综上所述，无论是自主研发 IDF 战机，还是寻求引进 F-35或 F-16战机，都体现了台湾在保障自身安全、提升军事实力方面的坚定决心和不懈努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资金的持续投入，台湾的航空技术和防御能力必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为维护自身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一款武器的诞生背后，往往蕴藏着丰富而复杂的故事。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推敲和深思熟虑，并且通过严谨的计划细心执行。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台湾的一个未尽全力的武器计划——天马计划。这个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启动，由台湾科技研究院主导，旨在开发一款中程弹道导弹。这个宏大的计划自起步之初就面临重重困难和障碍。作为天马计划的最终成果，这款导弹有能力携带核弹头。谈及这一计划，不可避免的会引发关于弹道导弹装载核弹头的复杂性讨论。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政治和战略的课题。对于台湾来说，这看似单一的问题，其实内涵复杂。以天马导弹为例，讨论核弹头的挑战，首先，核武器的开发本身就是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需要运用前沿的物理化学、材料科学和工程技术，并且需要将核弹头小型化和轻量化，以适应导弹的承载及空间限制。这需要高精度的设计和精细的制造技术。天马计划作为中程弹道导弹的开发项目，其技术难点已经非常明显。如果再加上核弹头，其复杂性更是显而易见。其次，核武器的安全控制是极其严峻的挑战。整个飞行过程中，核弹头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因外在因素或故障引爆。这需要导弹系统具备高可靠性和稳定性。同时，核武器的使用控制必须非常严格，以防止误发或被不授权人员操控。在冷战时代，弹道导弹是科技和实力的象征，只有少数地区能够掌握。由于任务艰巨，台湾早在1970年代就开始为这一宏大计划做准备。台湾的武器研发历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里程碑是青蜂导弹的诞生。这种导弹不仅是技术的集大成者，也象征着当时台湾对军事科技自主研发的渴望和决心。青蜂导弹在设计和性能上可以与同期的世界级导弹，如苏联的萨姆7或美国的 MGM-52长矛相媲美。它的关键参数引人注目：总体长度达6、15米，翼展1、4米，直径0、56米，发射时重量高达1520公斤，搭载的弹头重量有450公斤，其最高速度能轻易突破3马赫，最大射高约46公里。液态燃料、火箭引擎提供了这款导弹强大的动力。凭借这样的优势，青蜂导弹的有效射程在60至100公里之间，即便在最大射程下，误差仅约370米，堪称精准。1981年，在汉武演习上，它首次亮相，标志着台湾地对地弹道导弹领域的重大突破。虽然最初设定的目标射程为300公里，但实际能力仅达到100公里。然而，与以色列合作后，青蜂导弹的性能得到了优化，射程最终提升至130公里。这一性能飞跃为天马计划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和信心基础。然而，1982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天马计划不得不停滞，青蜂导弹的生产也受到波及，最终不得不宣告终止。面对重重挫折，台湾的决策者并未选择退缩，而是毅然转向对地地短程导弹领域的新研发。原计划采用固态燃料来驱动这一创新，然而技术瓶颈与资源限制却使这一梦想再次受挫。尽管遭遇困难，台湾并未停止探索的脚步。时隔数年，1996年，天马计划如凤
皇涅槃般重新点燃希望。然而，技术的日新月异和时代的变迁，使得2000年的台湾不得不面对现实，无奈宣布天马计划的终止。关于天马计划的争议从未停歇，有人视其为空中楼阁，有人则坚信其曾闪耀过光芒。直至1999年，台湾科技研究院迎来了建院30周年庆典。这一刻，天马计划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向世人展示了其概念模型。据悉，该计划在脱节机构的研发和第2节火箭的空中点火技术上已有所突破。然而，就在曙光出现之际，天马计划再次遭遇命运的挑战，被迫终止。尽管挫折连连，但这段历史铭记着台湾在高科技军事领域的不懈追求。在军事技术发展的道路上，那些虽未完全实现，但依旧闪耀理想光辉的项目，值得我们铭记。天马计划便是其中之一。有专家推测，若天马导弹能完善，其射程或将远超950公里，速度或达每秒9公里。这样的假设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导弹的预期性能和中程弹道导弹的普遍标准。尽管天马计划未能完全实现其宏伟目标，但它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背后的科技梦想与追求，值得我们深入探寻。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在冷战时期锐意进取，努力突破技术界限，为自身安全与发展寻找出路。天马计划不仅是军事领域的一次尝试，更是台湾特定历史阶段科技发展的缩影，见证了国际政治环境的变迁与技术挑战的艰辛。虽然未能达到预期成果，但天马计划的发展历程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在这一历史篇章中，我们见证的不仅是一个武器开发的成败故事，更是一个时代变革和一个民族奋斗不息的壮丽史诗。天马计划虽未彻底改变战场格局，但其在科技历史中留下的足迹将永远激励着未来的探索者砥砺前行。此外，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天马计划并未完全实现其预期目标，试验品也并未被彻底销毁，而是因资金短缺而难以得到妥善的维护。据2001年的媒体报道，大约有12枚这样的导弹被藏匿在台湾中央山脉的某些秘密发射基地中，它们很可能仍处于备战状态。在技术层面，天马计划面临着诸多挑战，特别是核弹头与导弹的整合问题。比如，核弹头的引爆机制必须和导弹的飞控系统紧密相连，以实现核弹头引爆时间和地点的精准控制，从而达到精确打击目标的效果。此外，核弹头的安全保护机制同样重要，以防止在发射过程中发生核泄漏或其他灾难性事件。从核弹头的生产、装载到部署，每一步都需要采取严格的安全保障措施，这包括技术层面的保护、人员的安全培训以及物流运输的严密监控。任何环节的疏忽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天马计划不仅是对军事科技的一次探索，更是对安全、技术管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全面考量。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深入了解导弹技术的窗口，同时也揭示了将核武器整合到导弹系统中所面临的广泛而复杂的问题。这一任务不仅涉及技术层面的挑战，还涉及到国际政治争议、法律规范和道德伦理的考量。每一款核武器的研发与部署都需要经过深思熟虑和审慎决策，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自身的安全，同时也关乎着地区和全球的稳定，以及未来人类的福祉。在这个新时代，核武器已不再是追求的目标，和平与全球稳定才是我们共同追求的愿景。回顾天马计划的风云历程，我们不仅见证了一段具有深刻启示意义的历史，还从中洞察到了它对台湾其他军事研发计划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天宫一型导弹为例，这款备受瞩目的导弹原本预算高达15亿台币，但最终只获得了3亿台币的资金支持。这一资金的大幅削减，对天宫一型导弹的研发进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导致其原计划的早期完成目标推迟到了1986年。不过，天宫一型导弹本身的技术规格令人瞩目，它重达870公斤，长达3米，直径40公分，装备有高爆药和众多碎片，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其作战距离可达100公里，并采用了中途惯性导航和末端半主动雷达及红外线导引系统，极大地提升了导弹的精确打击能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天宫一型导弹凭借惯性导引功能，能够在无需全程照明、雷达支持的情况下，有效应对多个目标。
这一特性使其在战场上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天宫1型导弹经过不断的研发与改进，最终演化为了天宫2型。长达7年的研发历程中，研发团队致力于实现推进火箭与冲压电机的完美结合。尽管面临试射失败等诸多挑战，但这项技术最终奠定了雄风3型反舰导弹的技术基石。这一系列的研发成果不仅深刻影响了台湾多个武器研发项目的轨迹，更为军事科技研究的创新之路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与灵感。天马计划的终止并不意味着研发之路的终结，相反，它激发了研发团队更加专注于空导弹领域的研究。天剑计划自1983年启动以来，便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天剑计划作为台湾自主研发的标志性成果，成功推出了首款本土红外线导引战术武器天剑1型导弹。这款导弹在设计上借鉴了N9响尾蛇导弹的先进理念，不仅在定位和外形上有所相似，更在性能上实现了跨越式提升。天剑1型导弹凭借前沿的红外线制导系统和弹翼控制技术，为台湾的防空能力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其携带的高爆药和重达10公斤的破片弹头具有强大的穿透力，足以令敌人闻风丧胆。此外，其目标探测器采用了先进的激光近炸与碰撞引信技术，而推进系统则依靠低延固态推进火箭，提供高达14000磅的推力，使导弹在空中展现出卓越的灵活性和打击效率。进入90年代，天剑系列导弹家族迎来了新的成员——天剑2型。这款导弹经过精心研发，于1994年的汉光11号演习中成功完成了试飞任务。由 FCK-1战斗机发射并击落了靶机。天剑2型的参数令人瞩目，其长度为3593米，直径19公分，重量约185公斤。它装备了重达22公斤的高爆破片弹头，作战射程可达60公里，最高速度更是达到了4马赫。总体来看，天马计划虽未如期实现其宏伟目标，但其对台湾军事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它为后续的武器研发项目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技术支持，使台湾在科技和军事领域不断追求创新与突破。这段历史不仅展现了台湾在复杂环境中自力更生、勇攀科技高峰的决心与勇气，更成为了一段传奇佳话。在天剑系列导弹中，天剑2C型导弹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这款改进增程型号的导弹在射程和速度上均实现了飞跃，其射程超过100公里，速度更是高达6马赫，令人叹为观止。经过一系列作战评估与测试，天剑2C型导弹已经充分证明了其卓越的性能。在作战定位与性能上，它与 M120D 导弹不相上下。这款导弹不仅巩固了台湾在防空导弹领域的领先地位，更成为了台湾防空系统中最尖端、最引以为傲的先进技术象征。在台湾防务科技的辉煌篇章中，天剑2型导弹无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一种武器，更是台湾科研团队永不止步的探索精神与创新追求的生动体现。如今，天剑2型导弹再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突破，象征着台湾防务科技在迈向新高度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与此同时，海上争锋的维度也见证了另一个伟大新星的诞生——海剑2型导弹。这款最新型号的导弹被寄予厚望，预计将引领台湾海军迈向更加辉煌的未来。它将在沱江级巡逻舰、新型巡防舰以及玉山级船务运输舰等战舰上发挥关键作用，为台湾海军的作战能力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在这激动人心的新技术革新中，海剑2型的部署方式引发了广泛关注。一种设想是利用独立式发射箱进行部署，而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将其集成到41克瓦查垂直发射系统中。这两种部署方式的选择，不仅将极大地提升台湾海军的作战能力，还将为台湾在广阔海域中的战略机动性和灵活性注入新的活力。随着这篇关于台湾军事科技探险神话的落幕，我们不禁对天马计划的过去充满好奇疑问：它是否秘密达成了昔日的宏愿？它的能力是否真的触及了核武器的边界？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寰宇哥，咱们下期再见。